这里是火力军的信息频道，今天为大家整理一下近期全球最新军事讯息。俄军刚撤离基辅，又要撤军，乌克兰庆祝成功赶走敌人。欧洲的俄罗斯大使馆又遭袭击，俄欧关系是否将此走向崩溃？马里波尔决战开始，车臣部队开始猛攻亚速钢铁厂厂区。精彩节目即将开始。在俄军相继撤离基辅城周边地区后，俄军最新动向显示，其部队正在从苏美州快速撤退。乌苏美州州长日威茨基声称，俄军正在从乌克兰东北部地区大规模撤退。乌克兰方面已经胜利在望。苏美州南部即为哈尔科夫州，是目前俄军与乌军激战的主要战场之一，而苏美州西侧为切尔尼戈夫州，是乌克兰首都基辅的防御屏障。对此，日威茨基表示，乌克兰军队正在将俄军从基辅和切尔尼戈夫赶出乌克兰境内。苏梅州与俄罗斯直接接壤，自2月底俄军发动进攻以来，苏梅地区就是俄军的主攻方向。俄军一度深入苏梅大约100公里，但对苏梅城始终围而不攻。有消息证实，俄军自4月1日开始分批次撤退以来，已经基本上撤走了全部北路进攻的一线部队。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是因为在此前俄乌之间的协议要求俄军在基辅周边地区减少军事活动，而苏梅州和日托米尔州的行动并不属于协议范畴内，所以俄军这次大撤退行动很可能有更深层级的原因，那就是俄军正在调整进攻策略和方向，可能将集中优势兵力拿下顿巴斯地区的乌军主力，并给刚宣布独立的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争取更多地盘。但这一战役企图在乌军的防御体系面前难以施展，考虑到攻城战略代价过大，俄军大约15个旅的部队部署在基辅和切尔尼戈夫周围，与乌军僵持已经意义不大，此时抽身等于保存实力。此外，俄军撤退过程中，乌军也时不时进行小规模拦截和阻击，但考虑到制空权依旧在俄军手里，乌军也不敢贸然进行大规模行动。事实上，俄军从基辅战场上撤得有点晚，并且时间点也不是时候，很可能因为影响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4月4日，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表示，由于乌克兰军对撤离部队的阻击，以及撤离道路被毁和路面泥泞不堪，从基辅方向挥师东进的俄军作战部队行动迟缓，事实上已经进入了一种边打边撤、管理混乱的状态。要想如期到达预定作战地点，已经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以解放顿巴斯为主要战略目的的第2阶段军事行动也因此大受影响。截至目前为止，俄军声称消灭了乌军 80% 的装甲车和坦克装甲力量，1/5的武装力量被俄军歼灭。乌克兰海军和空军也被基本消灭，乌军只能进行被动防御，难以组织起有效的反击和总攻。虽然俄军在基辅牵制大量乌军作战力量的任务已经完成，但是夺取基辅这个目标对于俄方来说已经难以实现。因此，在对比当前形势后，俄方转变目标，将力量集中到乌克兰顿巴斯地区，可能是比较实际的做法。将目前行军的部队以最快的速度撤离，与部署在西部边境待命的作战部队东西夹击，意图全歼驻守在顿巴斯地区的5万多名乌克兰官兵和亚速营武装分子，彻底解放顿巴斯地区是目前俄罗斯最大的目标。欧洲的俄罗斯大使馆又遭袭击，俄乌关系是否将就此走向崩溃？目前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已经过去了1个多月，而伴随俄军进攻行动的还有俄罗斯与欧洲国家关系的崩溃。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4月6日，位于罗马尼亚的俄罗斯大使馆遭到不明人士的袭击。报道称，当时一名司机驾驶着一辆白色小汽车，加速撞向了位于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俄罗斯大使馆的正面门口，伴随一声巨响，巨大的冲击力撞毁了大门，但所幸汽车前部被卡住，因此该车辆并没有直接冲入大使馆院内。随后车辆泄漏的燃油引起了一场小规模的火灾，但被随后赶到的消防队迅速扑灭。据悉，该辆汽车的驾驶员已经在撞击大门时死亡，因此当地警方没有第一时间得到更有价值的信息。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大使于当天表示，该撞击事件可被称作事实上的恐怖袭击。然而，这起袭击事件并没有那么令人意外，因为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引发了欧洲国家内大量的反俄情绪，已经造成了多次针对俄罗斯海外设施的袭击，
不久前，俄罗斯驻爱尔兰大使馆也遭到了一名极端分子的驾车撞击。就在4月3日，位于巴黎的一座俄罗斯文化机构也遭到了不明分子的土制燃烧弹袭击。埃菲尔铁塔附近的一处俄罗斯东正教教堂也被反俄主义者破坏，并且反俄情绪不仅存在于民间，更广泛存在于欧洲各国政府之间。就在不久前，意大利、丹麦、瑞典、西班牙和罗马尼亚等国几乎同时驱逐了73名俄罗斯外交官，并声称这些外交官威胁欧洲国家的利益和安全，这被视为欧洲国家对俄罗斯最强硬的外交反击。对此，克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警告称，这一举动是短视的，会导致俄欧之间的关系和沟通复杂化。俄罗斯与欧洲之间关系的紧张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俄欧双方在乌克兰问题上截然相反的利益立场。在这次战争中，数以万计的难民逃往欧洲，仅罗马尼亚一国就被迫接受了近60万难民，这对欧洲国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在多重因素的驱动下，俄欧关系的急转直下是必然的，并且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都将是常态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和欧洲会彻底脱钩。以德国为首的多个欧洲国家均严重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资源，俄罗斯天然气供应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欧洲能源的价格，因此有了这张能源底牌，欧洲国家与俄罗斯彻底决裂的可能性并不大，但双方在安全领域、经济领域乃至政治领域的对抗仍将持续。马里乌波尔决战开始，车臣部队开始猛攻亚速钢铁厂厂区。在俄军相继撤离基辅城周边地区后，俄罗斯军队正在进行战术重组，从乌克兰东北部地区大规模撤退，将进攻力量集中在南部和东部方向。在这些地区，俄罗斯军队拥有最多的后勤保障。未来几天，俄罗斯将取得对马里乌波尔的全面军事控制。该市是顿涅茨克地区的第2大城市，占领这座城市将创造一个从卢甘斯克到顿涅茨克再到克里米亚的安全陆地走廊。对于俄罗斯来说，建立这样一条走廊将确保对亚速海整个海岸的绝对控制。目前在那里只剩下少数的抵抗力量，其中之一是亚速钢铁厂的巨大厂区。该工厂目前正在被车臣特种部队进攻。车臣部队首脑卡德罗夫表示，乌克兰武装民族主义者的最大团体集中在那里，车臣军团决心将所有这些激进分子从钢铁厂区赶走。然而，车臣部队是否是真心实意地执行战斗任务，多方说法都存在着疑问。毕竟，车臣共和国作为长期拥有逆反行为的地区，一直由普京个人的铁血手腕所压制。一旦整个战局势出现对俄罗斯不利的局面，车臣部队能否保持中心就很难说了。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你认为俄罗斯下一步的军事行动能否如愿成功达成目标？欢迎将想法打在评论区。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